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怎么会有个女高音出现？高发调，灿叔今天怎么换风格？对啊，我每一期都要设计一下，知道吗？对，每一期都有一些发想这样。是灿叔最近有一些课要推广，是不是？对，你要不要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呢？对，最近主要是开始涉足这个中文的这个小班课，然后下周已经要有一个课开始了，然后明天小班课这个灿叔你是几个人的小班课？5个人。OK，已已经开班了，已经开班，下周正式开始吧，正式开营。对，正式开营。对，我的材料就用我自己写的故事，然后所以的话会比较，然后会弄一些。现在是个秘密呢，后面这个灿叔的中文男老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发现中文男老师很少呀。就是昨天的时候，他们说了一下，就是 Linus，他们说都没见过啊。但是我发现数了一下，好像比如说在 IG 上的男老师就没有几个，除了 Linus 还有谁？对，但是可能没做自媒体的老师也不少。你说 iTalki 上比较多哈，对，但是做自媒体的男老师真的少。还有一个熊老师比咱们熊老师对，熊老师还有谁？安迪对吧？安迪，但是他不在做 IG 是吗？没有看到他在做 IG， 没有做 IG， 但是做油管的老师。有 Andy 我知道，女老师还是比较多了。对，都是女老师，万花丛中几点绿，就说的是我们。几点绿。不过还好，因为做小班课，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同学们觉得想要增进口语的话可以私下询问一下灿叔灿叔现在下星期就正式开营了，这个后面还有课呢，想加入都可以啊。对你们自己跟灿叔联络一下那灿叔，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要聊韩国，我们的近邻啊。韩国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国家吧？我觉得它有特别的，对，很特别，很复杂，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聊。有争议性的东西，有文化性的东西，有流行嘛，流行文化，比如说影视作品啊、韩流啊等等。韩国和中国整个政府也不是特别的友好。特别是最近这些操作等等，所以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可以从大家敏感的 part 从你那边开始。敏感 part 从我开始。先聊敏感的吗？先来个重磅炸弹，由浅入深吧。对。从我觉得我去过韩国，因为我去过韩国旅游对，然后其实我是对。我倒也挺喜欢韩国的文化，还有韩国的饮食等等啊。但是我觉得我想套用一句话，就是很多人说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很多学生也会说到中国就说我喜欢中国的文化，喜欢中国的人民，但我不喜欢韩国的政府。我这里套一句话也是这样，我喜欢韩国的人民文化，我不喜欢韩国的政府。韩国的政府我觉得其实它就是咱们聊敏感话题的话，我最擅长嘛，对吧？对，就是这么开始我们就直接一开始就要进入敏感话题。可以。灿叔，你刚刚说的是很多外国人会说，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的人，喜欢中国的风景，但是不喜欢中国的政府，对不对？对。一样的概念，灿叔你自己要套用在韩国身上。所以灿叔，为什么你不喜欢韩国的政府呢？我觉得韩国政府好尖锐对。我开始有一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不至于。其实怎么样，就是这几年一直算比较关系不是特别好吧，中国大陆和韩国之间。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两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因为像跟日本那种感觉一样吗？和日本又不一样，但是又有共通的地方，就是日本毕竟是侵略过中国嘛，但是呢，但是在二战之后，日本和韩国扮演的大多是类似的角色，就他们是美国在亚洲的棋子，就是共同钳制中国的一个棋子。就最早，其实我能记起来，就是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大陆和韩国是很亲近的，是有一个蜜月期的，那个时候关系很好，然后韩流的东西在中国很流行。
韩国的明星啊等等，大家都很喜欢，而且我也很喜欢。那个时候我还开过一个家庭类型的小旅馆啊，没跟你们说过，是我和我老婆还有这个一个朋友就在小区里开的，对对对，卖的是那种西式的快餐，但是呢就是没什么顾客啊，就其实经营的不怎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在那块就是看这个韩国的综艺，对，有一个叫做 Running Man， 我们特别喜欢，特别搞笑。后来中国不是出了一个中国的版本叫跑男嘛，就是那个，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这个。对，我觉得韩国的综艺做的综艺节目都是特别棒，然后中国一般都会翻拍韩国的模仿，或者是对模仿，其实翻拍还甚至有些抄袭的，但是呢，他们也说就是任何东西其实都从模仿开始的。然后模仿之后，你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一个创意。现在韩国的东西其实最早是模仿日本的，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实中国现在很多综艺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它不需要再去模仿。没错。但是我倒觉得，就是韩国综艺他们这些人倒挺厉害的。你像中国的跑男，一般情况下是1年12期一季的话，韩国是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期。你想想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点子？然后那些怎么会这么勤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勤奋，然后他们的其实明星待遇也不怎么好，因为内卷特别严重，所以反倒促成这个国家发展很快嘛，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呢，它其实有点，我是觉得啊，它更追随美国嘛，所以它和中国这个关系会越来越不好。越不好的话，就是在民间的舆论导向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他当地的这些这个媒体宣传，就是导向更偏向美国，对中国是不友好的。然后中国反之肯定会进行相应的这个对策嘛，所以中国民间也不是很慢慢也越来越不喜欢韩国。然后中国前几年因为一个这叫萨德事件，你们可能不知道听过没有，我就不细讲了，这个没有意义啊。然后呢，就是造成了两个这个造成了很大的矛盾之后，就关系降到冰点。然后当时中国政府基本上出台了这个不是明文规定的限韩令，从那个时候开始，韩国的综艺啊明星基本上就不到中国来了，他就被赶出中国市场了。但是韩国人我也挺厉害，就是开始拓宽国际市场，后面我们发现做的更是风生水起，对不对？但我觉得其实背后的话，我们通过分析人士认为，其实是有美国特意扶持的这么一个成分在里头。所以特意扶持他，而且我们现在看见韩国的这些电影也罢，电视剧也罢，他们其实很多是美剧风格的，就是你看的话，其实就是韩国本土那种状态会比较少一些，它更国际化，所以做得很好嘛。我现在再回到，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开始说交恶呢？关系越来越差呢？就是政治上是这样，就是今年中国才开放的时候。中国才开放一直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多人想来中国，中国人想出去，然后开放了，对不对？然后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中国民众是特别想，因为憋太久了，想出去旅游的，很多国家都特别欢迎。你像东南亚的泰国呀等等，还有新加坡啊等等，甚至很多泰国的总理还是什么，到机场会迎接中国的这个游客，因为来之后是很多的消费啊，那会促进当地旅游，是中国的游客就是消费力特别高。但这个时候其实欧洲的其实也很欢迎啊，一开始也很欢迎，像法国啊等等。欧洲其实也是说要有一些限制。一开始的时候很欢迎，除了英国，一开始的时候很欢迎，都像法国的大使馆很快也打出欢迎中国人来玩啊等等，意大利等等都是一样。但后来美国开始在背后使手段了之后，施压之后，其实在欧洲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就是说其实虽然出台相应的政策，但是可以不用严格执行，就是我表面上我可以听从美国这个安排，但背里其实没有那么严格。但这个时候有2个国家做得很严格，韩国和日本。韩国就是规定中国人到韩国之后必须进行核酸，要是检出阳性还要隔离。就是奇怪，就中国其实这个病毒其实已经是好几代以前的了，你们都进化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事情就是很有政治上的针对性嘛。
所以这个是后来甚至就是到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游客或者商务往来人士到韩国之后，还要挂一个黄牌，大家会觉得你这是很具有侮辱性的，就像一个狗牌一样。所以其实就是整体这样，就是大家对韩国的态度更是越来越差了嘛。这其实当然不是说民间不希望中国游客过去，而是韩国政府他会更屈从于美国，然后或者是谄媚，或者这个当地的当下这个政府他的一些策略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当地的这个民众其实是有损害的，因为中国的这个游客过去肯定会刺激当地这个经济发展，消费能力这么高，对不对？所以之前的话，我看这个中国有一个频道叫和之梦啊，他们采访日本的这个有些旅游社的这个经营人员，就说中国开放了，你们是什么心情？日本那些人都偷笑了，你知道吗？因为来的话肯定很高兴啊。后来又出台对，又发现了这个又出台这么一个政策，其实对他们是有打击的。因为说实话，民众都是想赚钱嘛，对不对？中国现在要做的，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做，其实也是提振消费，让国内的消费起来。过年的时候呢，消费多么疯狂，是不是？有消费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才能盘活起来。大家都不消费了，那经济怎么办？是不是？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看不懂的，我是觉得就是让我觉得比较反感的地方。对，他作为韩国政府会比较属于他会比较 follow美式的政策风格。对他并没有很多的考虑民众的，就是本国的经济的发展，更多把这种政治意识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其实前一届政府还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是取得一个平衡。因为说实话，中国和韩国经济交往是很多的，你要是完全倒台，你是这样做，其实损伤的是本土的这个经济。就这种做法，其实我是觉得不可取的。当然，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大国，恃强凌弱，那看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了。说实话，对，我对政治关注比较少，但是我就是在欧洲的话，我觉得就是12月就是这个中国一开放以后，就是大规模的感染，这个感染率特别的高，所以这边80%以上，对，也比较紧张，就觉得虽然以前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有说这么快的速度啊，大家都得到感染。所以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坚持这个政策，但是有一些国家好像包括西班牙也会对中国游客就是做一些检测，做一些限制。就是说在机场上的一些规定或检测，就是中国来的游客可能是限制倒是不会隔离吧，但是可能现在没有阳性的话有，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有一定的检测，其实有一点点是正常的。说实话，毕竟陡然之间出现这么事情，但是韩国政府其实是很有针对性，他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只是中国进行了反制之后呢，他可能有些松，但是呢还在执行这么一个政策。其实看中国现在中国民众感觉过疯了之后。好像中国都没有，已经没有新冠疫情了一样，真的是没有在谈这件事情了。对，大家已经都过去了，感觉好像都已经正常，完全正常化。那一阵子刚刚就是开放之后，然后很多的人都染疫了，那个时候真的各种社群媒体都在谈，但是你会发现这一阵子几乎没有在谈，没人谈了，已经没人谈了。然后可能又因为很多国际消息充斥着，所以这个话题也慢慢比较淡了。对，像那个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啊，然后还有一些国际情势，其实慢慢这个想一想，好像目前也没有那么严重了。毕竟是一个已经有对应方法的疾病了，所以好像也还好。就是慢慢正常化，其实和国际上是一样了，大家其实已经能接受，就算其实有什么感染也是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事件也慢慢是一个凸显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角力的对抗了。对。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没有表面那么单纯，其实大家各个国家都在利用一些事件让自己的政治角力有一个着力点。不过讲到韩国，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对韩国的初始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印象是什么？Ben叔你去过韩国了，其实我也去过韩国。
变叔，我想先问你，你对韩国这个民族，或以文化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国家的自己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概念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一想到韩国，你会想到什么？比如说我想到韩国，我就会想到泡菜。我会想到很小资的生活，然后就是民众非常注意的生活品质。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很时尚、很精致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想到韩国人就想到很小资？因为他可能他之前旅游的时候接触到这一部分吧。对，旅游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咖啡馆，然后就是大家去咖啡馆喝咖啡就是比较流行的事情。很多咖啡馆都是做成连锁店，就是在当地关于咖啡馆就有好多好多的连锁店，就是满大街都是。然后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进到一家里边，他们有一只很大的乌龟在他们的院子里边，就是走来走去，就巨型的乌龟，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你到的地方我觉得都比较干净，然后整洁，然后街道看起来都是那种特别有秩序、整整齐齐的，然后就给我的感觉真的就，变叔，你是多久很之小资前去韩国？多久之前了？很久了吧？已经7、8年之前去的。那我比你还早呢，我比对，你还早是吗？去。我都十几年前去了，对啊。那个时候你当时印象和去是什么笨叔怎么样？有对，区别吗？我记得你好像之前讲过一点点。对，我有讲过。其实我对韩国的印象是有分出国前跟出国后的。我出国前那个时候，我想到韩国这个国家，我会想到韩国那时候很有名的那个大长今。就是对那个料理，韩国古代那个一个医女这个职业，然后他们就是以这个大长今这个女性为主角。我就发现韩剧真的很常会有以这种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戏剧，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有特色。然后呢，所以我以前出国前我就觉得韩国这个民族是很刻苦耐劳的，就像大长今一样，遇到了挫折还会努力向前那种感觉。对，然后呢？然后从剧里面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韩国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知道怎么从逆境，然后翻身努力，然后变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更努力，然后更成功的位置。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在出国前，我知道韩国这个国家曾经接近破产过，因为之前有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那韩国那个时候几乎破产。那个时候他们政府还呼吁韩国人说，你们家里有黄金的都要捐出来，来帮助这个国家渡过难关，不然真的会国家会宣布破产。那真的奇迹似的，就是说，这个政府跟人民一起很努力的状况底下，韩国真的从破产边缘中重新爬起来，而且从那之后，从金融风暴之后，韩国这个国家真的就开始经济就开始复苏了，它的经济力也逐渐的在上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我第一次买的基金，因为我有投资，我第一次买的基金是韩国基金，我受不了诱惑，因为韩国经济力哇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那时候买了韩国基金，然后我的韩国基金短时间内就涨了好多10几%这样子，所以我对韩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力也印象很深刻。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家在经济力开始成长之后，从逆境中突破，然后开始逐渐成长之后，我觉得他们的政府就开始扶植他们自己的企业还有戏剧。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在台湾，我觉得台湾是没有在扶植自己的戏剧或什么的。就是自己拍摄的人自己要很努力，导演演员自己要很努力，政府是不会支持你任何东西的。可是这个在韩国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政府是有计划性的，去扶持他们的艺人、企业，还有他们的影剧。所以那时候韩剧在台湾也非常的红，各式各样的韩剧已经超过日剧了。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日剧是特别流行，对，但是这几年来几乎都是韩剧。对，我小时候我觉得最开始接触韩国文化就是我父母他们特别喜欢看韩国的家庭剧，
然后中国的这个 CCTV 也有就是配音版的，就这个韩国电视剧就一家人的生活，你可能几天不看，然后再追这个剧也能跟上，就那种特别有意思琐碎的，然后但是又琐碎的，对，但是很有趣。你自己你实际的日常生活会遇到的。就是我讲的这个，就是其实现在韩国这种剧比较少了，就是它其实更国际化了，就是它本土的这种电影的，对，电影是一样的。它最近电影反而也是几部都蛮成功的。对啊，《釜山行》啊，还有这个对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与神同行吗？与神同行啊等等，它很多，它现在做的出国的东西做得很好，就是出海的，在国际上做得很好。而且我能想起韩国这个国家，我确实觉得它很内卷，比中国更内卷。东亚3国都很内卷，就是韩国也是通过内卷卷起来的，也是卷到就是出生率也暴跌，然后中国现在也是步它的后尘，也出生率暴跌。年轻人越来越觉得这个前途比较渺茫，我是这样想。他们那一代都很苦着过来，把国家建设的比较好。但现在其实整体我是觉得，反正中国也是一样的。我其实想，我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不过可能也有点尖锐的话题，就是说，中国跟韩国都受过日本的侵略，对不对？就这一点上，我觉得韩国人对于日本的侵略是特别的印象深刻，然后特别是老一辈的人，会特别去是可能也不容许韩国的年轻人说去轻易接纳日本人对于历史这一段的描述。我觉得这一点几乎是中国跟韩国是有一样的情节吧？你们觉得这种情节现在还存不存在呢？就是我觉得韩国好像这种当年侵略的情节是还在的，因为那时候曾经有看过一些艺人好像特别穿的日本的服装什么的，他们老一辈的会要他们出来道歉或什么的。有啊，中国这个也你要是偶尔也有这种事件，对，这个得区分开，但是你要表现得很，比如说以前赵薇，你们知道那个？我知道赵薇，那前几年穿日本国旗，其实前一阵子就前1-2年有一个剧还挺火的，叫什么来着？也是2个男主角演的，其中有一个叫名字我突然忘了，那个男的本来呢就是有点像那个真是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就他很火，他因为这个在国外也很火，就是对很火，但是呢他突然之间就被爆出来他曾经去过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这个日本甲级战犯的地方，然后他直接瞬间就被封杀，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他叫张哲瀚，被封杀了。对，他被封杀了。其实这是面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国内是很那个什么的。但是其实比如说日本文化呀，甚至日本人呀、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话，我觉得还是受到比较友好的对待的，甚至日本游客等等。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和当年邓小平，我之前看过邓小平传记的，他当时第一次出访日本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发展起来了。日本当时那些高层，他其实对中国是有歉意的，他觉得就是我们侵略过你，就是但是我们想补偿，所以邓小平也是想通过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愿意把之前的能放下，我们2个可以和平的发展。邓小平当时定下一个基调，其实是继续友好往前发展。然后日本因为这个，他们内心有负罪感，就是这个歉意，他们就在中国其实投资了很多，把钱放进了很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它整体2个基调，一方面是我们是友好的国家，我们可以共同发展，你们一开始帮助我们，我们也互惠互利。一方面要面对战争这个事实的话，我们是有很严格的这么一个定义的，不要轻易越过这个红线，去挑起那个界限。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后来我去韩国旅游之后，我特别发现韩国这个国家其实就像灿叔说的很内卷。因为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看那个交通啊，你看那些上班族很匆忙，然后真的大家都为了生活很努力的在赚钱的那种感觉。那我也跟Ben叔一样觉得，韩国的女性男性给我的感觉就很小资，也大部分都是注重生活品味的那种感觉。那以前我是从戏剧看到
这样的状况。其实我实际到了韩国旅游之后，我也这么觉得，就是韩国现在发展之后，他们的国民也越来越注重生活的素质，然后也开始去享受生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旅游景点啦，或者是相关的公园啊、庙啦，其实他们那些旅游的设施都做得很好，然后服务品质也蛮好的。所以我觉得韩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就相处上来讲，国民素质来讲，我觉得这10几年来，其实都提高非常的多。我个人对韩国是蛮喜欢的啦，尤其韩国的饮食其实也非常有名，对不对？炸年糕。泡菜锅，对，火锅，还有那个生活气息，比如说那个我去那个炸鸡店嘛，他们有那个做炸鸡，然后喝啤酒，然后在炸鸡店一般都是有一个这个50岁4、50岁的一个中年的这个。好像妈妈的感觉的一个欧姆尼嘛，欧姆尼，对啊，欧姆尼。然后他就在那边一边做炸鸡，一边照顾他的客人，是那种小店，所以就感觉特别温馨，对。然后也有这种在路上有这种露天的，就是烤肉店，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对，有啊，然后把那个烤肉放在烤盘上面，然后大家在那边喝小酒啊什么的聊天。就曾经看到韩剧里头，他们就是下班了之后，曾经去一个路边摊，对吧？路边摊一个棚子支起来的，这个就跟日本有点像，对不对？跟日本的感觉很像。不过我知道参叔说内卷啊，我觉得韩国人真的是内卷，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我们是游客嘛，肯定是玩得很晚，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凌晨大概1、2点的时候，还会去外面绕一绕，然后呢就很内卷，就是才看到很多人喝醉了，没有很多人啦，就是有一些上班族是应酬很累，然后就喝醉了，然后就摇摇晃晃的要回去，然后这个当然城市都会看到，还有人会就是尿急了，会想要在墙角或者是人家的店门口尿尿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这国家男人太辛苦了吧，还要赚钱，然后应酬，然后喝醉，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你那个时候台湾不是这样吗？台湾我跟你讲，台湾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做大生意，然后真的是比如说业务员很常应酬的那一种，不然我其实蛮少在台湾的到处随处都看到那种喝醉的，很少。然后但是我去韩国的街道上，我在首尔的街道上，其实真的我每天晚上出来都看到，都能看到。但是台湾其实你不容易看到，我说实话。对，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韩国好像内卷了那么点。对，他这个国家其实也一开始比较穷嘛，穷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其实和东亚人民这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啊，就是都比较勤奋，就是其实就是什么，一般会很辛劳，但是呢不怎么喜欢享乐，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话，对享乐的话要求比较低一些。就这一代人这样过去的话，整个底子打得比较好，那么国家慢慢上了一个层面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中国其实也是这样上来的，我们上一辈的人都很辛苦，他慢慢上一辈上一辈都很辛苦，但慢慢现在底子打得比较扎实之后，慢慢就生活品质就提高上来了。生活品质它就是通过这样卷起来的。我觉得这个东亚这3国的这个命运整体来说还有一点，整个进程是有点相似的，像其实真的是苦的，不管是观念上，或者是其实都是儒家文化圈嘛，所以其实那个感觉都是一样的，重视家庭，然后都是这3个国家的境遇都是从苦或者是残破，或者是从很不堪的境遇中出来的，然后导致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觉得都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然后多做一些事情，也要为自己的下一代多做点事情。不过呢，谈到有一点，我觉得不晓得你们2位的观点是什么。这个我们就会觉得韩国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以，我的乡音都出来了。我最早接触到的概念，对韩国人的我现在要讲的比较有挑战性，比较有刺激性的咯，就是说，我发现这期是很有挑战性的东西。每一年不是每一年，某一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啊，是在韩国举办的吗？对，就在韩国举办的。然后那时候呢，韩国踢进了前几强，我忘记了，前但是4强，有踢进去，第3名踢进去。嗯，然后呢，至少啦，我不晓得，至少我在台湾的这个运动台上看到，就是说，人家都说这个韩国人踢足球好像有那么一点为了得分有点不择手段，有点脏是吗？一直。灿叔，你怎么把我要讲的那个字讲出来？不是这个踢球这样的话可以用这个字，踢球的话可以用这个字。对，就是可能不是那么让人家开心的方式得分了，然后又在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嘛，好像是个颜面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对在台湾的足球迷来说，那是有那么一点觉得这个国家太团结了，太为了赢，太又在自己的国家主场嘛，为了想赢，有那么一点。作风不是那么让人喜欢的感觉。我好婉转，太婉转，我好婉转，婉转到我不晓得用什么形容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我们现在聊的是负面印象。那韩国的朋友你们也不要介意哦。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你们很努力的方向，我们总是要聊一些有意思的部分哦。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对韩国印象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说，韩国有时候太把一些中国的东西拿来自己用了啊，对，我举例，这是很争议性的东西。孔子是韩国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阵子在谈这个话题吧，他们觉得儒家思想是他们那边发源的，然后新年是他们那边开始的。对不对？中国新年这个新年在英语方面也在改，因为就是变农历新年嘛，因为毕竟避免东南亚这么不止中国国家都在庆祝新年，但是韩国就会说新年是他们那边缘起的，所以这是我两个对于韩国有那么一点这个负面的，不是那么赞同的，也不能说负面，不是那么赞同的地方了。你们两位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对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反正这个起源，像孙悟空一定是中国嘛起源的，这个绝对没问题的啊。不过日本把它发扬光大，很多外国人都以为是日本的，但是日本人至少不会说孙悟空是我们的，至少不会有这样的言论出现嘛。所以我对对，参叔你说说看。对，其实我觉得韩国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我们都是亚洲人嘛，亚洲的本来在整体这个足球竞技水平上，大家会觉得亚洲人会比较弱一些。其实我倒觉得他确实有点不择手段，但是呢，在亚洲的这个文化里头，我会觉得这些是可以容忍的，可以就是为了胜利，为了赢，我们亚洲人就是这么内卷。就特别是东亚人，为了赢，而且他们的足球员背负了太多，对，背负了很多，而且他也证明了，就是我们东亚的球员的水平并不比欧美的球员水平弱，我们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踢起来的，有这个能力。特别今年卡塔尔世界杯，我们也看到了日本、韩国都踢得很好，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有亚洲人也可以踢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我还觉得挺觉得作为亚洲人，我是对与有容焉这种感觉。说到另外一点，这个文化上面，就是其实是中韩两国一直在不断的争吵的一个点。中国会觉得你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对吧？韩国人会觉得你这个，特别是什么韩服和汉服，因为韩服那个韩国的服装，我们看古装剧也知道，就是它的服装和中国明朝的时候是很接近的。因为在明朝的时候，韩国本来那个时候叫朝鲜王朝，它本来就是中国一个藩属国，所以的话，它本来接近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就是大家会揪着这么一个点不断去争吵，我是觉得不怎么去，没有必要啦。其实过去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你现在你发扬光大了比较好。我是觉得韩国确实他们会把自己本土既有的东西确实都很努力的发扬光大了，对吧？这一点是做得很好，很多纠结的点大家何妨放下呢？何必要就是一定要说那么清楚呢？没有什么意义，说实话，我是这样想啊。其实这个反观到反思我们自己了，就是说，你看别的国家这么的保护自己的国家资产，或者是觉得自己国家东西这么好，发扬光大。
然后即使是他们是源自于一些中国或儒家的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发扬的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反思自己，我们有没有去珍惜自己的文化，有没有把自己的服饰、把自己的民俗、把自己的特色变得更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了解，然后把它变得更有特色。你像孙悟空，日本把它变得多么有特色啊，变成超级赛亚人，对不对？对，变成七龙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一个很独特、让人家能够记忆深刻的方式，让我们的资产历史风格跟民族性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反思的。我蛮赞同灿叔说的，不用去纠结那些小枝小节的东西。对，因为这个东西永远没有一个定论，也没有是非。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观点来反思自己，别人可以去把那些文化发扬光大，我们自己行不行？我们可不可以创造出一个东西是让人家知道啊，这个就是中国的东西？对，需要一定的软实力，你把这个真正对软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像我看这边春节活动，就每次都是舞龙、舞狮，然后太极拳和扇子舞，就还有舞剑，就基本上就老五样，就没有什么新意。而且看这个，对，看这边的春节活动，基本就是把去年、前年的衣服又拿出来再穿一遍，穿一下是吗？对，就感觉有点那个旧的感觉了，就看起来就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有创新的期待。像韩国文化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年味越来越淡薄了？我觉得跟Ben叔说的这个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很有关联性。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都是重复的东西，没有一个创新感，所以这个年味儿真的是越来越淡薄，不像过年，就是为了放假吧，为了让自己不用上班轻松。那我们的历史文化，自己国人都不是那么对啊，我觉得韩国的文化就发扬光大的很好。比如说我从小到大，小时候先是我父母看韩国电视剧，然后到了初中之后就开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韩国的男团啊、女团啊，或者韩国的明星。然后我看我周边的同学都是买这个韩国的粘贴啊，这些明星的真人照片的粘贴，贴的桌子上都是，还会买一些写真集啊。这样的就是最开始接触到的明星都是从韩国那边过来的，就觉得那边人好会打扮，好时尚，好时髦。然后到了大学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韩国的综艺，然后大家都去看韩国的综艺。等我到了以前都是日本的啊，以前我小时候日本的综艺，像那个志小时候志村大爆笑，就是志村健，那个时候日本人。我们小时候没有日本的综艺，我们有一些真人秀，好像搞笑的有一我年轻，我点。小时候那时候日本的综艺秀很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实境秀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都看日本，那现在慢慢好像日本没有做的像韩国那么好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反而看韩国的了。对，而且它影响力越来越大，就包括我留学去美国，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那个美国公司的年会上，然后大家就一起跳那个 Gangnam Style，就大家一起跳那种，就大家完全不懂韩国文化，但是大家听到那首歌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就开始跳那个 Gangnam Style。然后再到了西班牙，到西班牙这边之后，就发现韩国的电视剧又开始火了，在 Netflix 这个鱿鱼游戏啊，对，特别火，特别越来越多，大家就是看很多，从鱿鱼游戏又开始看很多韩国的电视剧，然后这边就是发现年轻人也开始跳这个韩国的女团舞啊，或者关注韩国的男团女团，就觉得挺厉害的。其实韩国很多手势也是韩国开始发明的，对不对？像这种手势啦，或者什么，反正有很多很有趣的手势，韩国人蛮会创造流行的。我记得我在补习班当英文老师那时候，那个学生啊不上课，我努力的在上面教英文，他给我底下翻东西，我就说你给我站起来。他在翻那个 Rain 那个韩国艺人很久以前那个对，就是那个对帅哥小鲜肉
我就看他在翻他的那个写真集是吗？对，我就说你很火的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很火，真的很火。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他的电视剧或者是这个演唱会，但是我已经知道他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对。然后呢，他那时候是最有名的韩国男艺人、男歌手。是的。然后我很土嘛。我那很土的英文老师，我说你这谁啊？你翻这谁啊？什么东西啊？长得又没我帅，这什么啊？然后老师你不认识，他是 Rain 呢。然后他就很识相的说，他宁可为了 Rain 去罚站，他自己去后面罚站。他宁可为了他清新的男偶像去后面罚站。然后又过了几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在讲台上很认真的教英文，结果底下有2个女同学一起翻书，你看变本加厉呢。翻写真集，然后说你们2个站起来，这是谁的写真集？老师你不认识 BTS 吗？我说 BTS 是什么？完全听不懂。我说我说那是哪国的男明星？他说老师你太土了，韩国的，而且不是一个，是好几个。然后我就对男团，我就把他这个写真集拿过来看，就几个美型男嘛，这有什么好看的？我说老师你帅到不行，我每天都梦到他，你居然不认识他们。我说就是韩国这个也引领了这个，我觉得还要么是引领，要么是顺应这个潮流。对，就是女性化的脸庞，对美型男或者是比较阴柔一点的形象，但是的确虏获了很多这个小女生的芳心，所以对，在全世界都很那个什么。对，我第一次感觉到，你像我想到台湾有没有这种男团？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女团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对啊，你像这个韩国有很多很有名的女团，对不对？男团、女团，然后的确都不止影响到他们自己国家，也真的那个风潮啊，全世界都很流行。对，全世界的小男生、小女生都非常喜欢，所以他们的确很成功的把自己的韩国的形象，透过这些艺人或影视或电影，成功的带到大家的面前，而且是一直有创新的，比如说。小时候是家庭剧，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是那种蓝色生死恋啊，就是爱情电视剧，总是有一个很坏的女2号，女1号被折磨的不得了，然后要不就是发生了失忆、车祸，或者是绝症，白血症，就大家就是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到现在他们就拍这种各种各样的更奇幻的题材，就不是说坚持固定不变的，现在又有这种科幻片，又有鱿鱼游戏这种，然后还有就感觉他们真的懂得怎么把自己的文化发扬壮大，很厉害。我觉得这个也造成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还有影视上面作品上的竞争，这是好事，这真的是好事，真的乐观其成。我觉得中国也开始有没有？也开始，我现在看，我觉得限制有一点多，就是大家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就是对，它其实限制是肯定是有，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分级的这个制度，所以就导致你像我们去电影院，可能一个恐怖片或者是成人片，爸爸妈妈会带着这个自己就是3岁的孩子、4岁的孩子过去看。就有时候很讨厌，就是看很恐怖的一个场景，然后就听见孩子在下面哇哇哭那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控制也是，就是把这些大陆的电影是没有，没有它的没有分级的，它审查也比较严一些，说实话。没有分级就导致他那个审查会必须要严格一点，比较严，把这种恐怖、暴力、血腥和色情这种色情的部分全都剪掉了。就是希望这部电影出来是合家都能观赏的，所以也不需要分级。这就导致很难创作了，就是这种电影啊，这种形式肯定是需要。所以我觉得人还是很厉害的。人的话，其实在任何环境下。他都能在现有的环境把它创造的最好。中国确实有种种限制，但是呢，随着这个大家就是以前粗制滥造的比较多，就是政府也出台一些政策，就是打压这些粗制滥造的东西。现在就它其实积压的很多电视剧，很多很烂的，很多不让播放。现在就是慢慢的，以前也很多这种流量明星的电视啊、电影很多，但是他们本身剧本并不好。现在这几年怎么说呢？我是这1-2年起来之后，慢慢的精品的电视剧还是多一些了。对，整体和国际上也接轨了。你像今年春节特别火的这个《狂飙》，
狂飙真是太火了，但是演的，对我和我老婆今天才把它中午才看完，它是反黑题材，就是因为刚好这个题材按道理是审查是很难过的，但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个政策本来就是反对贪污嘛，就是刚好他可以顺着这个题材去，然后他其实把人物演绎的还是挺好的，我是觉得，你就说在以现有能力内做的最好，像今年电影的话，这个《流浪地球2》不知道你看了吗？我听过，我没看，没看啊。这个其实我听过，对，这个其实已经水平做得很高了。这是讲一些太空的议题，对不对？对对，讲对，我记得，你知道哈？我有看，今年有看《三体》，但是看《三体》里边，我应该要去看《流浪地球》，因为我对这种太空的议题、科这个特别好看，我还想2刷呢，就是没有时间，就是说实话。而且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些国家，出产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很努力去赶上或超越人家嘛。你像我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韩国的影集有一点刷新了我对女朋友的概念，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出野蛮女友系列，对不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传统可能会觉得说，女朋友是要顺从的啊，或者是要这个要听男朋友的话的。但是他们出了这个系列之后，其实是对我们周遭的这个女朋友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女朋友也可以任性，而且越任性，男朋友越喜欢。我们那个叫什么？我的野蛮女友在大陆的翻译。对，我的野蛮女友，对，我们野蛮女友，我的野蛮女友，哇，那时候超红的耶，那个叫全智贤，是不是？那个对女主角超火的，对，那个时候超火，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拍续集还有影集，所以那个其实有一点让人家刷新了对女朋友该有的形象的那种不同的解读。知道，就是韩国确实他们拍题材是百无禁忌的。当时确实给手下这些导演、演员等等很大的自由，确实促成他们文化的繁荣，倒是真的。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整体而言和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韩国经济上来了，它这个东西就能往上发展。你像日本为什么其实在90年代以前很好，90年代很好，以前经济特别繁荣，但后面为什么慢慢走下坡路了？日本其实经济有点停滞了，就是这样，这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你说台湾以前也是很繁荣的，但是所以这些文艺的东西就很多嘛。最近台湾都没有什么，比如说我大概说10年前吧，那什么电视剧也很多很好的，很多很多，我们看了很多台剧，歌曲还有台湾的歌曲，那个歌曲太多了，都听的都是台湾的那边，还有香港的，都是台湾的一些戏剧你不要说台湾，香港也是，香港那阵子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大家都是满脑子就是要看港剧，看楚留香看什么哇，那时候韩剧港剧太流行了。所以我蛮赞成灿叔说的，其实一个国家的国力跟文艺创造，还有这个国民的参与度，都是跟经济非常有关系。对，你像现在韩国的文化，就感觉是比日本的戏剧还强势了。对，感觉是这样子。日本慢慢已经走下坡路了，韩国确实还是很强劲这方面。对，而且韩国在戏剧上的题材真的也比较日常生活化。比较一般人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理解，因为那是他日常生活的一些经验。所以像我的姑妈，我的姑妈她只会讲台语，她听不懂国语，她也看不懂汉字，但是她可以看韩剧。我们会问他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他在演什么？他就说我看里面人的肢体动作，我就知道他们在演什么了。那个是坏女人，他那个是好男人。本身那家庭剧啊，韩国那家庭剧，对。所以他们演的特别的日常生活化，连我姑妈这一种看不懂汉字的，因为她年纪很大了，80几岁了，看不懂汉字。然后呢，又听不懂国语的，所以他配音是国语配音，他也听不懂他只会讲台语，但是他能够完全理解里面的剧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韩剧在整个题材上日常生活的这种很多，它有日常生活，而且我那是其实想到大学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韩国的电影很火，就是在网吧很火，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这个艺术片。
艺术片其实就是就漏的片吗？就它其实不是纯黄片吗？不是纯黄片，它是真的是有剧情的。当时网吧里有很多那种电影网站，它会分类把它放在剧情，因为黄片应该是日本的，黄片日本的。你们会讲三级片吗？对，它也不是3级片，它真的是艺术片，它是有很高的这个艺术追求的，但是里面会有很多这种色情的场景。它会表现的，然后拍摄的比较艺术的手法，所以我们叫它艺术片。因为在大陆看不到嘛，大陆看不到嘛。大陆所有的这种色情一点的都是很隐晦的方式，你都看不到的。对，而且香港的话，它就纯粹是3级片了，它是为了色情服务的一些这些剧情。但日本那就纯粹是动作片，所以说韩国还是我觉得整体而言还是高级一些。灿叔你好了解这些片的分级方式哦。对，我特别了解。OK， 那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讲到我们今天主题讲到韩国啦，其实就我的感觉，我是特别佩服韩国这个国家。对，真的是。就是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经济很不堪的状况底下，努力自己争取进步，然后政府人民一起努力，达到现在这样的国力，达到一个发展国家的程度，这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更厉害的是，这个国家还在持续进步，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觉得我很认同灿叔说的，一些小枝小节的东西，我倒觉得不需要特别去争议，因为这个东西吵不完的。我们宁可去汲取人家的进步，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样这几年来如此迅速的进步，让国际都看到这个国家。那我们反思自己要怎么做。我倒觉得国力是其次。这个中国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历史，还有一些学术思想，我们怎么用一些比较平易近人，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让很多外国人看到觉得不得了，你这个国家，人家中国也能出这么一个，比如像日本七龙珠啊这种东西，大家就是学中文的热情那就高涨的不得了，起来了。对，然后对咱们而言也是有好处的嘛，对不对？对，学习对。就是对我们自己国人的童年也一定很有好处。他们想到的是中国自己的卡通，中国自己的真的是动画，是一定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你们可能考虑宏观比较多，我就是我自己很少考虑宏观的东西，比如这种新闻什么的我看的很少，但是就是可能微观上我就觉得我挺愿意去韩国生活1-2年的，就觉得真的那边的生活气息挺打动我的比如说你不会觉得太内卷吗？因为我不真的在那边工作，我可能我就想的是我自己肯定带着我的电脑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话，对，作为游牧的话，就是那肯定在西班牙也一样的，西班牙是欧洲算是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吧，但是如果你不考虑在这边就业的话，只是在这边自己生活，那特别就好，这是一个天堂，因为物价很便宜，吃的很多。韩国对我来说一样的，就是说我去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生活气息真的太打动我了，你在马路上走走也不会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然后你会看到路边小摊特别的热闹，然后热气腾腾的那种年糕在那个辣酱里边冒着热气，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就是拿着这个可能坐在那个桌子旁边，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吃，就感觉啊好幸福。对，其实这是我们东亚人的生活方式，一个小摊位，花个便宜的钱，我就可以享受到那种很悠闲的生活方式。对，然后也有这种山啊，你可以小山丘高高低低的，你可以爬上爬下的。韩国女生又漂亮，对，因为他们我听说啦，我不晓得，我听说韩国女生整形是家常便饭啦，所以他们女生的颜值应该都不错虽然这个听起来很幼稚，不过这是我们的需求嘛，就是很多大陆女生也去那边，对，赏心悦目嘛。你走在路上吃着那个炸年糕，然后至少也赏心悦目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国家仍然不断在进步中。如果你选择不是去韩国工作，而是去旅游的话，我真的觉得他们可以让你会有一个很高档的旅游体验。因为他们就像Ben叔说的，有很多个人化的小咖啡馆啦，或者是一些个人化的餐厅，
我觉得蛮不错的。他们的饮食也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有些地方每次给你免费的小菜总是摆一桌子。对，我那时候去旅游的，那时候旅游的时候吃个炸年糕，有没有？旁边12道泡菜。我都不晓得要夹哪一个。对，然后那个有温泉，我特爱温泉的。韩国有些地方是可以泡温泉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我还看到有意思的是，在路上有好多这个算命的摊子，就有我走到一个广场，就看到那个广场有很多一个一个的摊子，然后外面罩着这种帘子啊。对我之前看 Running Man 的时候，他们之前有一期专门过年的时候。还专门找一个算命的人给他们算财运啊、时运啊什么的，就他们其实是会信这些东西，就像台湾一样吧，我觉得。大陆就是也是那种路边摊，而且是不是说一家，是所有好多人都好多摊主都在那边。大陆会有这种算命摊吗？应该没有。中大陆很少吧。我们在庙里这边就会有算命摊，然后对，庙里是有求签，不一样这个。我们庙的外面有吗？现在也没有求签吧？求签应该有吧？现在我不是我小时候是有求签的，上签。庙里我们台湾的庙里是绝对可以求签，但是算命摊有时候庙的外面会摆几摊。对小时候路上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所以有这种盲人在那算命的。小时候现在比较少，现在很少。我觉得台湾可能算命来讲，台湾更进步了。台湾有各式各样的算命方式，有鸟卦。鸟卦是什么？就是养一只养一只什么九纹鸟，什么鸟？叫什么鸟？养一只鸟，然后那个鸟被训练了，就是说它会这边排一排签，鸟会帮你啄一个签出来然后这个签那个算命先就帮你解读，这是鸟，还有龟壳的什么都有，反正有很多种龟壳的甲骨文，铜钱的都有。对所以这个台湾是台湾特别迷信，台湾特别喜欢。台湾人好像信宗教的比较多，大陆的确实少。特别迷。对，我们最近那个有一个法师，星云法师才星云法师啊。对，我们这边就是很多佛教团体开始在就是纪念是吗？纪念来办活动。对。星云法师那天刷了一个视频，他有一个女僧还尼姑是吗，在后面给他做翻译，那个翻译水平了不得，我说太厉害了，很厉害。我跟你讲，在台湾这些比较高的宗教地位的人，他们的待遇都是最好的，就是对信众很多。然后香油钱什么一定会很多的，然后但是他们当然也会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这些宗教人物的确为台湾也带来许多不错的帮助跟这个正面的影响。你是义工团体，也是一个佛教的义工团体。对，我义工团体，我们这边是正言上人嘛，我们这个是慈济。什么正什么？正言正言。对，证明的正，严格的严。对，正言。正言。对。他也是在台湾算是十分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然后也带来很多，像台湾有一阵子没有疫苗，没有办法进疫苗来。那这些宗教团体都很努力的帮我们买疫苗，而且成功了。所以在那个没有疫苗的时间里面，大家特别佩服这些宗教人物带来的影响力。而不会去佩服政府带来的影响力，因为政府那时候台湾那个政府没有很努力在买疫苗。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也蛮有意思的。不过回到韩国，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家啦，它的民族性的精神的确是蛮团结的，说实话。对，其实通过韩国这些文化输出，我们确实每个人都会爱上这个国家，不自觉的爱上这个国家，喜欢它的一些生活方式，它的饮食等等啊。虽然也会觉得它可能有一些内卷，但是呢，整体你看到很多都是很美好的东西。特别我看那个综艺的时候，他们好像吃的就是确实也不好，不是很好，不像中国人感觉特别喜欢吃大餐，他们也是偶尔吃一些什么韩牛，感觉就特别贵了。就是这样，但是你会精致，对，很看他们成天会吃什么泡饭，你都会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做的真的好吃哦，看我都馋的不得了。对啊，特别想。这个真的是中国跟日韩两个国家不同的地方。对，中国就是强调，可能老一代的思想就是你大鱼大肉，
多对盐多油，你才能吃饱啊，不然你是吃不饱的。所以呢，我们餐的分量都超级多的。你看日本、韩国的饮食都是少少的这样子，那个感觉，对。所以说精致饮食是不太一样。但是很有食欲。我看到那个方便面那种红色的辣的感觉，我就自己口水就冒出来了。对，我现在成天动不动煮碗那个我都不用看，我就灿叔这么描述一下，我就已经口水流口水了，刺激你的味蕾了吗？对，是的，对，是他这就做的真的是很好的，我是觉得是。饮食上也是很棒，对，所以其实我们摒除掉政治的，摒除掉政治，我觉得每个国家其实都非常的美好，不止韩国了，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非常美好的地方。政治也不是我们这些小民们能控制的，我们就是市井小民，真的是。对，有时候想到政治带来的一些对立或纷争，总是觉得那么点无奈了。但是，有时候不要去思考这些政治上的东西，那这个让政治人物们高来高去吧，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基本上摒除政治的因素，其实韩国这个国家非常优秀，非常好，让人很享受的一个国家。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尽情去享受这些人文、这些这些文化啊、这些戏剧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然后你会觉得人生更有意思，你会觉得这些国家更友好，而且更值得我们去学习，对不对？我觉得真的要多看这些美好的地方啊，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真的，对。而且我们可能感觉更能感同身受吧，韩国的东西。对，因为跟我们文化很相近嘛，对不对？更能够去喜爱他们的文化。是真的。好了，结束了。刚才我想说，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儿。灿叔又开始把话题卡掉，又开始对。等下又多做几个乌鸦或那个土拨鼠这样。对，我刚准备好收尾，然后灿叔来收说下一句。好了，贝叔来收个尾吧。我知道，我看茶叔说那个份上，我就知道要收尾了。我只是突然想到要插一句而已。好，来，那贝叔我们收个尾呗。对啊，就是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会员制。因为上线好久了，如果想跟3位大叔就是每个周跟我们聊天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制，然后我们也有或者可以接触到我们每期为你们精心制作的这个 AI 材料，大家记得关注一下。从这个 AI 材料可以，像我们3位大叔在聊天的过程会用到很多成语，会用到很多俚语，会用到很多词语的用法，可能你会不懂。那 Ben 叔他有设计的 AI 的程式，他会教你怎么念之外，还会告诉你怎么使用，所以你会很容易记得我们这些日常生活会用到的这些中文所以有兴趣的同学，真的想深入学习中文的同学，可以加入我们的小鲜肉了，对不对？小鲜肉也很不错会员你可以学到更地道的中文的表示法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成为我们的会员。对，好，那真的要结束了，真的要结束了。那我们下周再见，跟大家再见了，下周四再见喽，拜拜拜。